这是韩国犯罪悬疑片里堪称经典的一部《杀人者的记忆法》。至今各路大神们对于影片结局和案件真相的争议还是很多，因为电影有正式上映版和导演剪辑版两个版本，看似不同的两个结局，但只要把两个版本串在一起，你才能看到真相的影子。他是老金退休前两个身份，一个是兽医，一个是连环杀人犯。15岁他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因为父亲长期酗酒，对妈妈、姐姐和他家暴，亲手埋了父亲后，他颤抖的身体中感受到了一丝喜悦，从此他们一家人可以安心生活了。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渣子就应该杀掉，不对，不是杀，而是清理。由此他开始了审判世界。经常家暴妻儿的鱼店老板，因为狗狗吃了钻戒就虐杀狗狗的渣女，奴役流浪儿童的乞丐头子，放高利贷的黑社会，他就是宣判罪行的刽子手。直到17年前，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，并且知道女儿也不是他亲生的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仿佛跟这个世界都没有关系了，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家杀了那个孽种。但在开车回家路上，他出了车祸，从此大脑受损，并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老年痴呆。他到家看见小女儿，含泪关切地问他：“爸爸，你怎么流血了？”那一刻，他忘却了杀意，而后他深切体会到，养大一个人要比杀掉10个人困难得多。17年后，他病情恶化，左眼一抽筋就会犯病，不是遗失记忆，就是记忆错乱。他只能关了宠物医院，退休去参加老年诗歌创作班。老师同学都觉得他是写诗天才，把死亡和杀戮的诗句写得栩栩如生。老金说：“废话，那只是我的真实记忆罢了。”为了让自己不至于什么都忘掉，老金开始写日记。他杀过的每一个人，现在每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记录下来。也许他想自己死了之后再把真相告诉世界，可宿命难逃，黑暗森林中的野兽终究会碰到更凶猛的野兽。有一天，他从年轻时经常埋尸体的竹林回家，路上他撞到一辆车，车的后备箱有装尸袋和血迹。他下意识拿出医用纱布，马上取得血液的样本。被撞的司机下车了，让他直接走，不需要赔偿，还说后备箱的尸体只是他不小心撞到的一只鹿。在短暂对视之下，他从这个年轻男人的眼神里确切判断出，这也是一个杀人者。紧接着新闻便连续爆出附近不断有年轻女孩被杀并抛尸的案件。老金第一时间就认为年轻男人就是连环杀人犯。他用兽医站的检测仪器检查取到的血液样本是 O 型血，鹿没有 O 型血，这是人血。但其实这跟他无关，他只担心这个杀手不要盯上自己年轻的女儿，于是他报了警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记忆可以忘却，习惯永远不会变。同样是连环杀人犯，他自己的眼神也出卖了自己。